来到韩国，除了到景福宫旁边租韩服拍照之外，如果有喜欢古董车的人，记得还要到旁边的故宫博物院参观哦。现在我们就带大家到里面参观2部很厉害的古董车，走吧。大家好，我是苏菲小姐。今天我们来到了韩国的故宫博物院，就是历史博物馆，在景福宫的旁边。我们今天要介绍2台车子。那这2台呢是凯迪拉克的车子，通用汽车。这台车呢是纯宗皇帝的御用座车，是1918年的车子。然后它是5000多 CC， 然后31.25马力而已，没有很快，因为毕竟以前车也不多嘛，所以坐这种车还是开慢一点，这样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点。它是全部都是酒红色的。那它是由就是整台车是漆木制作成的，就是都是木头的，不是金属的。它的外形就是很像一台马车，而且它是用电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大灯是有电线的，看它前面是有电线的，在那个灯的下面有2条电线，它是用电的。这是它的水箱，上面是它的那个水箱的那个温度显示的表，是在正中间的那个地方，圆圆的。这个车是用手动转的来发动的，用转的，然后前面有个保杆，所以我觉得转的人应该很累，因为保杆会挡住要转的地方，但必须要有保杆的，因为以前车子维修不容易，要有保杆比较安全。它有4颗灯，就是前面2颗大灯跟后面2颗小灯。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边，它这个是马车轮胎耶，大轮胎，是高高的轮胎。旁边这边有很漂亮的凯迪拉克的 logo 在轮胎这里。我们看一下车子的这个地方，它踩上去的踏板是非常大的。上面的话呢，就是玻璃的地方。它这个司机的玻璃呢是可以分成2片，上面那片是可以掀起来的，因为它没有冷气嘛，所以如果太热的话，它就把玻璃掀起来，让风可以吹进来。它左边右边都有那个，它有钥匙，就是开门的钥匙在这边，就是司机的门不用开啦，但是后面就是重要的人坐的是需要锁起来的，不能让人随便走进去的。我们看一下旁边这边。旁边这边就是有，就是象征大韩民国他们的那个皇室的那个梅花放在旁边的装饰，而且它是用电的，它很贴心的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灯，让后面的人走下来的时候不会滑豆，可以看到灯，小灯。我们再来后面看一下。后面就是它的一些，比如说这里应该是油箱，对，你可以看到有油箱的那个盖子在这边，有一个备胎在后面。坏了，车在路上坏了没办法拖走，所以留个备胎，可以马上修。这整体就是一个南瓜马车的造型，没有？喇叭是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大喇叭在这里。大喇叭上面的这个玻璃呢是用拉绳的，有个绳子可以拉，把它给关起来。拉的话，我们要从这里看，你要等拉绳。对，这个是它里面的装饰啊，还有一些它的开关，像它的椅子啊，这个布面都很漂亮，而且它还放了烟灰缸。那为什么要特别说这台车是用电的呢？因为有一些古董车，很多古董车的大灯是用煤油烧火的那种灯。旁边这台呢是纯真孝皇后的御用座车，那这台车是1914年的车，比旁边那台车还要早了4年。那它是那个戴姆勒公司，英国戴姆勒公司制作的车，但这2款都是用漆木制作的，颜色也都是非常相似的酒红色。但是不一样的是，戴姆勒公司有勾边，它有帮它勾那个金金的边，连那个下面的那个避震器它都帮它勾边了。我们看这台车发动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噔噔这个地方，它前面不像刚刚那台车有那个保杆，它就是可以直接摇，这比较好发动啦，因为没有东西挡着。前面是它的水箱，它也比这台车跟那个不一样，是这个水箱还加了个网子的设计在上面，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有设计感。旁边那个是加水箱的，这边是它的那个水箱的那个就是温度计。灯是有电的，这台车有电，所以它后面可以看到电线。我们可以看一下边家，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旁边这是它的喇叭，这个喇叭是手动叭叭的，对，然后旁边这一根呢是它的刹车，应该是刹车吧，因
因为它比较老一点，所以它刹车在外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的那个司机的方向盘的那个地方啊，是有像那个点火啊，还有油门操作的那个，对。然后这台车也是有象征皇室的梅花 logo。那里面呢，里面比较 special 是它老一点，所以呢，它的这个窗户怎么关呢？是有一条拉带把它拉起来的，用拉起来的。那刚刚那个就是另外一台车呢，它是用转的，把它转上去的。那这一台呢，它的后面马车设计呢，上面盖的是一个皮革，它用皮革盖起来。后面这里呢是它的，还有后车灯，还有红红的，是用灯泡的。这是它的油箱。这台车它的刹车很特别，它的刹车呢是用皮带刹车，跟那个宾士的第一台车看到那种皮带刹车，最早皮带刹车的方式。就可以看到皮带旋转的地方。后面是它的排气管，那排气管很小，因为这台车是3000多 CC， 4气缸，20匹马力，车不能开太快，轮胎容易磨损。这里呢就是跟另外一边一样对称的，但这边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还有一个电喇叭。对，就是刚刚那边有88喇叭，这边有一个接电的喇叭。路上到底是有多少人需要有这么多喇叭？看电喇叭下面还有那个是它的什么黑色那个是什么？是它马达，喇叭超大的。这个的引擎盖啊，感觉是可以这样翻起来的嘛？对，戴姆勒公司做的是翻起来的，像翅膀一样，不是直接整个翻起来。这种车子呢，它都没有前刹车。你看前面开太快，紧急刹车并给 key， 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开不快。所以没有这个顾虑。它的那个避震器其实是很漂亮的，你看一下它避震器，它是那个木头啊，是一层一层堆叠上去，它的避震器看起来很像艺术品，有没有很像艺术品？然后我们看一下车子的内屋顶，就是在司机的那个地方，司机的那个屋顶是很漂亮的，它可以直接看到木头的那个一条一条的，直接可以看到木片。它的外壳是包裹着一个皮革，里面坐的这个人坐的这个地方呢，它上面还有一颗灯，它有个老板灯在正上方，这还是7人座的哦，有个老板灯，它里面也帮它弄了漂亮的那个内装的布料。那这2台车子虽然说是一台是凯迪拉克，另外一台是那个戴姆勒，但其实它们的外层的涂料颜色是一样的，里面的马车内的布料也是一样的。看一下，我们等一下，因为这台车子很高，所以我们从外面站着看不到里面那个皇帝他在坐的那个座位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从影片来看一下它的里面内装到底是怎么布置跟设计，还有它的仪表板到底是多么的好看。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窗户是用转上去旋转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烟灰缸，还有它的沙发，你看它的沙发椅、烟灰缸、手摇窗跟沙发椅。这个是它的方向盘，上面都是写英文的哦。这个是它的仪表板，要看里面了。这一台是纯真孝皇后的座车，这是它的里面，它里面其实更简单，它的那个仪表板的地方，它是1914年的车。里面没有华丽的仪表板，有点像是开船的仪表板。它的椅子很漂亮，还有一个小椅子是可以翻下来的，所以后面是5人座。那它的那个天花板啊，布料连接的地方都有一个漂亮的扣的地方。噔，纸放进去，看这里哦。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韩国故宫博物院介绍的2台漆木古董车。但是你们以为只有这样了吗？下一部影片我们会带大家到韩国三星的古董车博物馆，看三星收集的古董车有哪些。不想错过的朋友们，记得要按赞、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